全世界证券交易员、投资家的专业媒体股市简报，内容来自全球专业媒体，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六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美国一半的银行已经资不抵债，信贷紧缩就是这样开始的。英国每日电讯，美国可能不得不保证临时存款，以遏制眼前的流动性危机。安布罗斯·埃文斯·普理查德在《每日电讯报》上表示，有人担心商业地产市场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这可能会打击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和存款外逃。矽谷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和签名银行 Signature Bank 等所谓的特殊银行业务失败，导致专家质疑美国大型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2315家银行的资产价值低于其负债。此外，该国多达 50% 的银行已经耗尽了资本缓冲，并以负资产运行。杰米·戴蒙说，美国银行业危机已经结束。他在欺骗我们，以一种好的方式。英国每日电讯，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表示，他相信美国银行业危机已经结束，并且承认他的观点在历史上被证明是准确的，它可能会成为现实。然而，投资者认为情况不那么令人鼓舞。其他美国的趋银型的股价在戴蒙宣布后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暴跌。归根结底，银行业是否稳定完全取决于公众对存款回报的信心，因此，与所有银行业一样，戴蒙对稳定的预测取决于民众的情绪。为什么华尔街许多人担心银行业危机还没有结束？纽约时报，摩根大通收购 First Republic 可能会给这家银行业巨头带来一批新的富裕客户，并扩大其财富管理业务。然而，尽管有这一积极的发展，华尔街仍然持怀疑态度。较小的贷款机构尤其容易受到办公物业价值和消费者支出进一步下降的影响。卖空者瞄准了 Bank OZK、Western Alliance 和 Science Bancorp。高盛 Goldman Sachs 报告称，小型贷款机构占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的 80% 和消费者贷款的 45%， 这使得许多贷款人面临风险，并引发了对未来更广泛的信贷紧缩的担忧。对冲基金在第一共和国消亡后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在卖空包括 OZK 银行、西部联盟和西安银行在内的其他地区银行的股票后，按市值计价的利润为53亿美元，从而提振了利润。人们越来越担心新法规和有限的贷款能力将如何影响经济。摩根大通收购第一共和国可能会给这家银行业巨头带来一批新的富裕客户，并扩大其财富管理业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敦促国会扩大其保险的存款范围，以说明防止未来的银行挤兑。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等其他立法者则呼吁对银行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尽管有些人认为最近涉及地区银行的危机可能对美联储意义重大，这种情绪来自经济放缓和银行的脆弱性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决定。野村证券美国经济学家艾芝·蒙涅预测，周三加息将是当前紧缩周期中的最后一次加息。是否在中国投资？尼尔肯会议思考这个问题。日经亚洲，以推进繁荣世界为主题的2023年尼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正在洛杉矶举行，以确定中国是否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全球投资目的地。为期4天的活动将有数千名银行家、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高管参加，小组讨论之间提供小狗抚摸的休息时间。希拉·拜尔 Sheila Bair 对杰罗姆·鲍威尔 Jerome Powell 不要试图对通胀如此强硬，会适得其反。CNN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前主席希拉·拜尔 Sheila Bair 表示，美联储可能会使目前的银行业危机变得更糟。布莱尔警告说，美联储通过加息来对抗通胀的斗争正在增加银行体系的压力，并将导致连锁反应增加和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他补充说，在某个时候，面对无法实现的通胀目标，央行可能会显得软弱。拜尔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领导 FDIC， 当时摩根大通介入收购破产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第一共和国救援未能阻止的趋银型股票下滑。金融时报，包括 PacWest 和 Western Alliance 在内的美国地区银行的股价暴跌。此前，摩根大通根据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协定收购了陷入困境的加州银行 First Republic。FDIC 出售第一共和国的存款和大部分资产。
在一个被视为最佳结果的过程中，未能阻止抛售。在劳工统计局透露可用工作岗位数量下降到201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后，抛售加剧了这种抛售。科技股投资者想知道的缺失数据。金融时报，亚马逊、苹果和 Meta 等公司正在通过吝啬的细分和财务报告缺乏细节来限制披露。虽然非 GAAP 数位是一个常见的行业目标，但隐瞒某些业务绩效部分可能同样不利于投资者的理解。亚马逊最近透露，在去掉设定的收入字段其他后，其广告业务的年收入为310亿美元。然而，尽管亚马逊的广告业务增长速度快于大型竞争对手，但其盈利能力尚未显现。同样 ，Meta 也没有提供 Instagram 或 WhatsApp 的用户数量、收入或净收入数据，也没有提供参与度统计数据，例如其应用系列在网站上花费的时间。苹果是另一个罪魁祸首，未能完全披露其流媒体服务的用户数量，因此难以与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进行比较。职位空缺跌至近2年来的最低点。CNN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随着经济开始平衡，工作力需求降温，美国的职位空缺数量已降至近1年来的最低水准。JOLTS 调查显示，3月份可用头寸已连续3个月下降至959万个，远低于分析师预期的977.5万个。虽然最终决定尚未公布，但预计美联储经济学家将在本周的一次会议上自2017年3月以来第10次提高基准利率。随着股票回购放缓， BP 利润升至50亿美元。路透社 BP 报告称，2023年第一季度利润为50亿美元，高于2022年第4季度的48亿美元。虽然低于2022年第一季度的62.5亿美元，但 BP 的表现超过了分析师预期的43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强劲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有助于抵消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和炼油获利率的下降。BP 现在的目标是在未来3个月内回购17.5亿美元的股票，这超过了其将60%的盈余现金用于此目的的目标。经济学家说，高税收法规意味着英国无法增长。彭博社、雪佛龙、Chevron和3M 等公司的经济学家兼董事会成员 Dan Bisomoil 与 Marion Somerset Webb 就全球经济状况进行了 Bloomberg Opinion 播客的采访。莫约说，经济停滞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人口问题、高债务水准和技术中断导致经济增长低于人均收入在一代人时间内翻一番所需的神奇的3%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报告证实了他们的分析，估计未来10年的增长率将继续下降。他说，全球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与现有工作的技能不匹配，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工智慧的进步，社会将不得不弄清楚如何处理不再需要的工作力。韦伯认为，与其担心就业，不如关注生产力，这可能是经济增长问题的答案。虽然人工智慧可能会让许多人失业，但他认为它也可以提高生产力并提高增长率。猫又补充说，人工智慧的使用增加将需要对 STEM 教育进行更大的投资，特别是如果要通过技术和创新来实现增长。然而，从长远来看，人们的隐私和人工智慧的进步之间可能存在权衡，因为创新将需要访问包含大量个人资讯的大型数据集。挪威财富基金首席执行官表示，2022年金融风暴的许多输家仍然未知。路透社，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表示，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大部分损失尚未被发现。作为1万亿欧元基金的负责人，尼古拉·坦根 Nikolai Tangen 发表了上述言论，声称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通货膨胀上升，去年市场价值损失了约30万亿美元。与 NBSP， 众所周知，这种损失可能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日本保险公司、德国银行和挪威公共公司。尽管坦根尽力避免将评论视为新危机的警告，但他表示损失将出现。油价因经济担忧再度下跌。路透社，对冲基金已开始再次抛售原油，扭转了欧佩克最近减产短暂引发的市场兴趣。在截至4月25日的7天内，这些基金在6个最重要的石油合约中卖出了相当于8700万桶期货和期权合约，尽管在过去4周共购买了 2.45 亿桶。持续的通货膨胀和越来越多的企业裁员表明，
未来几个月经济可能会进一步放缓，从而抑制消费。此外，由于供应继续超过需求，基金也缓和美国天然气价格的乐观情绪。民调，随着利率接近峰值，黄金将徘徊在历史高点附近。加拿大环球邮报，路透社对41位分析师和交易员的调查发现，未来几个月金价预计将保持在每盎司1950美元的历史高点附近。虽然金价在4月份触及13个月高点，有时仅比历史高点低24美元，但目前金价已回落至每盎司1990美元左右。在各国央行宣布进一步加息后，该金属的价值下滑。黄金传统上被视为经济避风港，但当竞争性投资提供更大的回报时，黄金表现不佳。调查显示，预计2023年第二季度黄金平均价格为每盎司1950美元，第三季度为1965美元，2024年为2000美元。纽约证券交易所将第一共和国银行股票退市。加拿大环球邮报，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将第一共和国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的股票退市。该银行在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 与扣收购其大部分资产之前被监管机构扣押。7种不同类型的第一共和国优先股也将退市，所有股票将立即暂停交易。在2021年11月的高峰期，该银行的估值超过400亿美元。兴登堡袭击令伊坎最忠实的朋友感到不舒服。金融时报，兴登堡研究公司 Hindenburg Research 指责卡尔伊坎 Carl Icahn 夸大其主要投资工具伊坎企业 IEP 的回报，尽管有相反的证据，但伊坎驳斥了这一说法。该研究公司还声称 IEP 使用庞氏骗局般的经济结构来为支付的巨额股息提供资金。该报告特别强调了伊坎与杰富瑞的关系，杰富瑞为 IEP 提供了研究报道，并承保了其失败的收购尝试，例如2013年的戴尔，它是最大的贷款机构之一。杰富瑞还被用来发行 IEP 市场发行的17亿美元产品中的大部分。美国和日本公司联手为数字投资者提供 NFT 福利。日经亚洲，证券化和 SpinFit 正在合作，向持有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证券的散户投资者提供不可替代代币 NFT 作为福利。这些工具被称为证券型代币，由房地产等传统资产支援，使持有者能够以与其他证券类似的方式获得回报。虽然日本在2020年对证券型代币的销售实施了有力的监管，但 NFT 为日本的个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SpinFit 旨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市场提供数位证券发行和交易服务，与 Securitize 合作将使该公司能够提供 NFT 福利并激励零售市场进行投资。通过此次合作，两家公司还将合作开发其他产品，旨在为该地区的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优化其数字证券产品。通货膨胀和市场削弱退休信心。路透社，美国工人和退休人员对退休前景的信心已降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准。根据雇员福利研究所今年1月进行的年度退休信心调查，64%的员工表示他们有信心在整个退休期间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这比2022年的73%大幅下降。在当前退休人员中，可比数位从77%下降到73%。担忧包括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去年股市的大幅下跌，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准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也引起了担忧。谢谢大家收看股市简报，这是由6度简报团队为您制作的内容。6度简报的网址是6dobrief.com，专门面对全球精英、专业人士。